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意见与看法，也别忘了帮我们热推一下。好，我们今天有4位来宾，首先来欢迎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伯仲老师。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以及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进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这个礼拜台湾很 AI， 因为包括了辉达的 GTC 大会啊，还有 Computex 2026接连的登场。那么所有的科技大咖齐聚一堂，甚至还包括了全球科技巨头的领导人们啊，像是 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也来到了台湾。那这显示的一件事情呢，大家看的是 AI 的科技是不是要爆发？那台湾呢，在未来的 AI 资料中心，甚至是 AI 工厂、硬体相关的供应链，乃至于整个生态系，都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大和资本科技的一位产业分析师啊，这郑胜元，他分析这次 Computex 的核心焦点围绕在 CPU 的发展，尤其呢是 CPU 在代理型 AI 生态系当中的关键角色，以及呢导入 NVIDIA、辉达、Spark 相关系列晶片之后，这个 AI PC 呢将会带来新一波潜在市场规模的成长机会。而在大陆这边呢，过去1年来我们也看到中证资讯技术指数啊，涨幅也已经接近了1倍，市值增加超过9000亿美元。虽然涨幅落后给一些由晶片股主导的全球市场指数，但是市场普遍认为啊，后续还有更多的催化剂等待发酵。另一方面呢，也看到民主党啊，就是美国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华伦，因为关注辉达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发展，还有出口管制，以及呢辉达在全球 AI 热潮当中未来的核心角色，所以在6月11号这一天呢，会邀请黄仁勋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说明。先请教骆老师啊，美中现在都在拼 AI， 那除了科技竞争之外，当然 AI 是重中之重啊。但是这个竞争下一轮的主战场，您怎么看？还有台湾在其中的角色？从这个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如果这过去2-3年是 GPU 加 HBM 加台积电的这个 AI 的竞争，那我们下个世代就是 AI 的基础建设，包括电力，然后还有它的推理的这个运算 inference， 加上刚刚你提到 Edge AI、CPU、AI PC， 还有开源跟闭源与否，这势必成为下一代的 AI 的大战的一个焦点。对，我们知道。这4家这个 CSP 业者，微软、Meta、Google、Amazon， 他们今年要狂砸6500亿美金的支出，在投资 AI 的这个 Frontier 的 model， 就前沿型的这个大模型。那就要将 AI 的这个投资已经推向一个新的一个境界。所以中国主张要开源，那美国 OpenAI 是闭源的，这就是一个竞争。那在电力方面，中国用各种方法强化的电力，补强它在晶片的上的不足，这都是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美中在这个竞争上所产生的一个分歧。那另外 AI， 中国将来会强调 AI 的应用，所以它强调机器人，机器人的这个 AI 运用会将是中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以上就是将来美中在 AI 竞争上可能面临的3大个竞争的项目。所以我们这在 GT 上面还有在包括 Computex 展会当中也看到，特别是 AI PC。那黄仁勋在他的分享当中也特别提到了 CPU 啊。那未来呢，就像刚刚讲，之前是 GPU 是图形处理器，未来是中央处理器 CPU 会越来越看热哈。这样的一个 AI CPU， 您觉得会为资本市场继续注入多少的动能？这个动能目前没办法估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 GPU 是爆发式的成长，但是呢 CPU 它绝对就 AI PC 里面它不会是爆发性的成长，而是扩张性的成长，它会扩展到每一个应用载体的领域，让它去发生，就是让 AI 的应用到所有的个人电脑里面去应用，所以它不会发生像这个 GPU 这种像 NVIDIA 这种爆发式成长。那 GPU 跟 CPU 过去的应用呢，在一台这个算力机器里面，它可能 GPU 是1，可能
这个 GPU 是8，CPU 是1。那现在呢，这发展趋势就是我不需要这么多 GPU， 所以可能 CPU 是1，那 GPU 可能只2或4，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个 CPU 的需求量就大幅提高，这就是 NVIDIA 黄仁勋所说的，为什么 CPU 会大幅的成长？这也是 AMD 过去股价涨了160%啊，从今年3月以来，它已经涨了160%，对，相当的惊人。OK，AI 现在大家都在拼啊，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除了硬体之外，还有软体啊。那当然不得不提到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最近 DeepSeek 也传出了启动第一次的募资，规模大约是人民币500亿啊，折合美元的话是74亿左右。那路透也报道呢，这一轮的投资者包括了腾讯控股、宁德时代、网易、京东这些大陆科技跟产业巨头。腾讯正在考虑投入100亿人民币，而宁德时代呢，则考虑投入50亿人民币啊，使得腾讯跟宁德时代呢，有望成为这一轮募资当中的最大外部投资者。而总部位在香港的 IDG 资本还有利思资本呢，也被列为是潜在的投资者。至于呢 DeepSeek 的创办人梁文峰呢，他也承诺说他会投入人民币200亿的自有资金。而在这一轮募资完成之后呢 ，DeepSeek 的估值可能落在3500亿至4000亿人民币之间。所以这次扩大资本结构的产业战略目标啊，我们怎么看，庄老师？这应该是中国史上最大的单笔 AI 融资案哈。那当然有3个意义啦。第一个，过去我们认为 DeepSeek 深入求索比较像一个技术研发中心，它走向了普世的商业化企业。第二个呢，刚刚荣哥有提到，目前参与融资的有宁德时代，对，还有这个网易、京东等腾讯等等，对不对？对。也就是说，过去 DeepSeek 比较像是一个这个单打独斗，现在变成一个 AI 基础建设的一个策略联盟，变成一个团队了。好，那第3个意义则是说是一个补血，因为在 AI 的产业竞争里面呢，这个 DeepSeek 也面临的人才流失，还有设备迭代问题，所以等于是补血进来。对。不过放在世界天平上来看，哈。这个其实冲击力并没那么大，因为按照各家的流量来计算哈，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 SimilarWeb 这个流量统计，目前在 AI 这种机器人式的这个生成式 AI 问答这种服务方面呢，以前是1强独大，就是 ChatGPT， 那占了大概50%哈，那现在慢慢加入了这个所谓的 Google 的 Gemini 啊，那它大概占了3-4%，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 AI 服务的流量啊，特别是机器人问答方面，大概有80%是被美国人掌握。那我们熟悉的这个包含千问、DeepSeek、豆包，顶多是在6、7、8、9名那边升降，大概10%左右的市占率而已。那所以说呢，这500亿啊，74亿美元的融资，对美国的同业来讲是个小巫见大巫。坦白讲，眼皮可能不会眨一下。这才第一轮嘛。是好，那但是对美国来讲，这个只是一个小菜啦。第二个呢，对晶片技术的封锁。最先端的这个 B200还是买不到嘛，那其他次世代的只能买到次世代，或者他们自己研发的升腾还是有段距离。第3点呢，过去 DeepSeek 靠的是什么？就是所谓他们的演算法优化，把廉价的这个软立体结构，把它优化到极致来一搏。好，跟巨头一搏，但问题是有边际效应缔结问题啊，终有穷尽的时候。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尽管这个融资是史上未见，在中国史上未见，但是只是有足够筹码，让 DeepSeek 在牌桌上跟这些大咖玩家继续玩牌而已。是，那只能说在领导者旁边扮一个称职的追随者而已，至少目前是这样子的。是 H200啊，就是辉达这个想要卖给中国大陆这边的。后续呢？等一下我们特别来看这个问题。而特别看到的另外一点哈，就是在美国这边啊，因为总部设在旧金山，他们开发出 Cloud 系列 AI 模型的这个 AI 新创公司啊，也是最近非常火红、被热议的 Anthropic。他们目前的市值啊是3800亿美元，而他们的专长呢是开发通用 AI 系统跟语言模型。这个礼拜呢，他们却抛出了一个报告，提醒大家，而且是警告说，最新模型已经开始出现可能脱离人类控制的迹象。英国金融时报就披露 ，Anthropic 呢目前虽然正在跟五角大厦打官司，但是也已经派遣工程师进驻美国国家安全局啊，部署 Cloud Mythos 这款 AI 模型是用在进攻型网络作战。因为 Mythos 呢最大的功能啊，最强的功能就在于帮系统找漏洞，对于资安的提升会很有帮助。好 ，Anthropic 跟五角大厦打官司呢，是因为啊 ，Anthropic 试图限制美国政府使用他们所研发的 AI 模型，要大规模的来监控美国的公民，以及呢用在具备自主杀伤能力的无人机，
所以呢，五角大厦呢就把 Anthropic 呢是列为供应链风险，然后 Anthropic 就因此对五角大厦提出告诉。现在我们看到，全球 AI 题材是越来越火热的情况之下，可是也听到了 Anthropic 提出了这个警告，好像是拉起了一道道德风险的防线哦。刘老师觉得这是一个商战策略，虚晃一招呢，还是未来真的有可能在中美的 AI 竞争之下出现这种 AI 的高风险？我觉得这两个都有啊，两个都有。其实如果你说新的科技出来啊，新科技出来，我们其实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看的就是人类的科学智慧和人类的政治智慧啊。那到底是一个野兽，一个新的东西被放出来，它怎么被套上个枷锁，能不能管得住它啊？那么过去常常有很多新的武器出来以后呢，然后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慢慢的就把新武器把它吸纳融到这个国际秩序里面，它没有颠覆掉国际秩序。可是 AI 是不一样 ，AI 是来的又快又猛又急啊，人们连适应的机会都没有啊。都没有的情况下呢，所以就有很多人担心，哎，那我们的人的智慧是不是能够控制得了 AI 呢？哈，科技的智慧是不是要控制，要不然它失控了怎么办呢？那你说这个 Anthropic 它之所以要提出来呢，其实是噱头呢，还是真的风险？我觉得两个都有，一个是很多人他真的担心，说明他们真的担心。那第二个呢，当我提出来说一个道德风险的时候，我把我自己拉高了，我在拉高我的层次拉高，我跟别的其他 AI 竞争对手不一样啊。你看，我又跟着发展，那我又强调这个道德做出一个区隔，那我有道德，那我有道德，那么那有些人就觉得，哎，那这个不错哈。当我们对 AI 有疑虑的时候，那这家的 AI 不错，对，所以它也可以吸引一些新的客人。所以不管是他提出真的警告或者政治噱头，我觉得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对，其实早期我们也听到，像 OpenAI 也提出过警告哈。不过现在看它现在在发展 AI 的情况之下，那是不是跟早期他所提到的、所预警的有没有相符呢？那靖哥又怎么看呢？因为科技到了一定的极致之后，其实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动不动现在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国家跟国家之间，尤其像中美这种强烈竞争之下，可能就拿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大帽子，然后呢，要求科技业来符合国家安全的一些相关的这些 policy， 甚至是 strategy 啊这种政策策略。您怎么看 AI 武器化？我不禁要想到一句话，就是最邪恶的思想都是来自最高尚的道德，所以打着这个国家安全，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但是呢，人类科技不断进步，我们一直这个都在担忧，说是哪个武器出来之后会整个就是脱缰野马，譬如说当年的毒气、马克沁机关枪，甚至核弹出来，但事实上证明最后还是受到人类的约制。但是呢，我们讲实在话，这个东西对于 AI 人工智慧或者人工智能失控的现象，早在1980年代好莱坞拍那个电影Terminator。最后绝灭者就是预言了战争这个机器跟人类的战争，然后人类挫败之后躲到那个坑里面，然后等着这个最后的绝灭者来绝灭它。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人类一直有这些担忧，但是呢，确实有没有真正的成真，我觉得这个我必须要这个提醒。人工智慧牵涉到这个运用在就是这个军事国防上，老早就在，而且包括情报收集也是这个名词叫做决策资源系统，就是用来计算这个物料管理、弹药、油料、工材、医材，后勤运输，这个情报分析研判。它这个所谓人工智能最大最强的地方，它是拼凑那个 missing 这个 pieces 的，然后它把它拼凑出来。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的战争之中，西方的兵学之中就讲战争之物，如何能够看穿战争之物，靠着这些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的资源，然后把它拼凑出来，这个是老早运用了几十年的东西，但是现在只是愈演愈烈。譬如说刚才您所讲的游荡弹药，它自主去自动辨识，自主去接战。这个绝对是有可能会失控，这个已经是在讲，我们战争都要负责任。那最后呢，扣扳机的手就发现它是自动的，那到时候呢，制造这个扳机的人是不是呢能够卸责，这些都是问题。我们今天这个开了枪打到了直接的伤害，这个是个人可以负责。对，但是你把水坝炸了，然后水坝那个水倾泻而下。这个是战争法规目前也是要禁止的。可是呢，将来能不能战争法规禁止到就是说
说，这个 AI 假如是这个利用了人工智慧自动辨识、自主接战，那最原始的这个就是启动者要负战争的罪行。我觉得这个都是人类的要用智慧来去存在。目前在战争法规中确实存在法律这个盲点，但是我们人类要对自己有信心。这个我认为最后绝灭者还是这个叫做不会像这个阿诺·施瓦辛格在那个电影上那样出现。对，我觉得人类不会说是纵容到那种地步。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决策者慎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还是从科技议题来看哈。英国的晶片设计公司安谋科技的首席执行官雷内哈斯，他最近提醒，他认为几乎不可能阻止向中国大陆出口可用于 AI 的 CPU 啊，因为呢，他说这个 CPU 的用途广泛，很难区分哪些是专用于 AI， 而且呢，也很难像对于当初对这个辉达生产的 GPU 那样呢，对 CPU 设定具体的性能阀值还有内存带宽的限制。讲白话一点呢，就是无法做到像降规这样的一个方法。彭博也报道呢，中国大陆至少有7所支持解放军跟国防产业的大学正在寻求取得辉达 H200 晶片的使用权，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西北工业大学就属于致力于支援解放军的精英大学群体，所以呢也被外界称为是国防七子。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呢，去年就有一份报告表明，说 H200 的运算能力大约是先前获准对中国大陆销售的 H20 晶片的6倍以上。好，那又回到了这个 H200啊，这个关于 H200 的禁止啊，然后解禁啊，这个戏码我们看到啊，就是一下子解啊，一下子禁啊，不断的上演。但根据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最新消息，骆老师你怎么看？就是支援解放军发展的，刚刚提到国防七子这些大学都可能拿到 H200 的这个消息，以及它后续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因为为了满足美国那个政府里面的鹰派的要求，所以美国一定要对中国的这个晶片要做一个禁止的一个行政动作。但是呢，他现在只是希望我是战略上延缓你中国的 AI 追上我，他并没有办法全面的禁止，所以他只能禁止说你不要超过我，你大概晚我1到2个世代，是这样一个情形。那第二个呢，算力的所有权跟算力的使用权又不一样，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北大学的国防七子啊，他没有拥有这些 AI 晶片的所有权，但是他可以用云端租赁方式来使用这些 AI 晶片，就是我没有拥有，我物理上没有拥有你，但是我却可以用云端上传的方式，我却使用到这些晶片。那美国政府对这个呢，又没有办法强烈的禁绝，就是禁不了啊。对，就发觉他是没有办法禁绝，那他也不会真的就去做一些禁止动作，所以这个非常微妙了。哦，那第三个呢，这样又可以满足美国这些科技大厂 NVIDIA、Intel、AMD 他们的晶片还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去，又维持这样，所以是3方都满意一个情况下，虽然3方并没有坐下来谈好这样一个方式，但是三方啊也有这样一个默契，说我就做到这样就好了。美国禁止，中国想办法，它不管是云端使用，还有从第三地取得这个晶片，中国到现在还是继续在做。那 NVIDIA 呢，继续想办法把它晶片能不能实体的卖到中国，因为中国很多的业者，那美国政府也许可啦，像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TikTok， 都美国商务部都许可，他们可以买这个 NVIDIA H200的晶片，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这很像是一种不能说的默契，是吧？对，就是没有形成默契的默契。OK， 没有形成默契的默契，但大家都知道，我们彼此之间有这个默契。对 ，OK， 那所以国防啊背后的力量当然是高科技哈。这个法国的海军新闻啊，最近跟美国战区网站呢先后报道，就指称说他们最新拍到的卫星照片啊，一张是在5月31号，一张是在6月1号，说这照片显示呢，大陆江南造船厂下水了一艘全新型号的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主要的特征呢是流线型船首、X 型舵，还有极小的
指挥微壳。帆罩呢则是标准特征，但是设计者看起来是想打造更流线还有减阻性高的前舰，所以呢去除帆罩。卫星照片显示呢，这艘全新型号的攻击型核潜艇啊，长度大约是120米，接近维吉尼亚级核潜舰。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呢，它没有传统的指挥台微壳，无帆罩设计有助于减少水下阻力，还有降低噪音。根据战区网站他们的报道说，长度刚讲说120米，宽度大概10到11米左右，比中方现役最先进的093B 型核潜艇啊。而且是核攻击潜艇呢更长，这个是金哥的专业哈。就我们看这艘报道当中，这个大陆全新型号的攻击型核潜艇，那特别是讲到了潜艇，美日最擅长就是常宣传说他们把前舰啊、反潜兵力啊主要潜伏在宫古海峡、大隅海峡、对马海峡、巴士海峡还有巴林塘海峡等等海峡哈。哇，真是密密麻麻。好，那所以呢？现在说到这艘最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在应对美日联手的这个前舰布局上，有没有特别值得观察的点？我想第一个先从这个海峡，你刚刚提到那些就是有关这个美日希望遏制啊中国大陆这个向外，然后管控，就是去主控了很多海峡。我要提醒，假如不是在你的未来假想敌手所必用之航道，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讲说，这个地方能形成战略要域，必然是攻者所必取，守者所必固。假如他根本不要用那个航道，比如说青津、中古啊、马嘎萨、这个龙目啊，这个多得不得了。那这么多海峡的话，就是说你必须人家要去的地方，你能够卡住它，才布在那边嘛。对，然后呢，你用了这个就是第一岛链上这些岛屿之中去卡住它，它现在在那边整军军武，到底能不能达到它的目的？而且呢，它要能够去这个保护自己的安全，你要知道。你在你这边没有进入一个这个就是飞弹阵地之前，这个地方是绝对不会吃炸弹的。你这你设了一个基地，你就等着吃炸弹。对，所以现在为什么琉球那边就是对于反战呢，那个声浪越来越高，而且对于这个日本呢，就自卫队要那边加强驻军那个整个社会反弹很强。就是你将来这个徒有这个怎么样？徒有地之利而无利与治岂非祸之有？对不对？你把这些人搞来，那不是很糟糕吗？第二个呢，我也要提醒，假如这个东西真的这么好，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拖到潜舰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中已经几十年、近100年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冒出来？各位你要知道，那个舰体像这样子上面没有这个帆罩，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它可能会滚啊？那个船会滚啊！我们一般的船在旁边还有多2个缝，叫避龙骨，就是要遏制它的 rolling， 就是那个水流、海流，然后它可以让它稳定前进。侧边来到那个整个船会这样打滚的，所以不要以为说是任何新型设计，这个新型所有的这些舰船设计有这个长处就有那个短处，这个没有说只有利而无弊的。那现在呢，大家都在那边判断这个那个这个到底是不是核潜舰？我觉得大家也要了解，这是因为从它照片之中看出来，就是说跟一般的柴电潜舰的排烟这个有一定的差距，只是做一个判断。那到底它最后真正的它所谓的任务职能啊，我们讲说它 mission role， 它的任务职能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都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所以呢，我们呢。对于所有军事的预判，尤其是这个就是这个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大陆的军事预判，向来都是非常失误的，对不对？往往这小孩刚生就在讨论未来太太要娶谁，对不对？结果真正呢很多东西呢都在完全没有注意的中就横空出世，歼20就这样，对不对？好几个6代机，呼一下就横空出世。您看这个，其实最近看起来日本蛮紧张的所以就是尤其是在中美西川会之后这个看起来中美的关系是稍微缓和了一些。那当然大家也会联想是不是东亚这边会出现一个战略真空，因此呢就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月初就立刻找来了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两人在东京会面。那两国呢除了宣布将菲律宾提升为日本在东南亚第一个全面战略伙伴，还共同宣布叫正式启动太平洋专属经济区，也就是 EEZ 跟大陆之间的划界谈判。
不过这几天其实引发热议啊，因为大家在想的是台湾在哪呢？那台湾有没有发言权呢？好，中方外交部已经对此严肃重申，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并且指日菲两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划分计划已经侵害到中方的海洋权益。台湾方面呢，也听到了外交部有发言了，说已经要求日本跟菲律宾呢提供谈判海域的详细范围与资讯，因为相关水域跟台湾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有高度重叠啊，呼吁日菲两国务必考量台湾的权益。但说了有没有用哈？好，我们时间往前推来看，日菲两国呢在2024年7月就签署了这个相互准入协定啊，2025年呢9月正式生效。那这也是日本自2战以来首次跟亚洲国家签署的部队准入协议。这个协议其实就是呢，允许两国军方可以进入对方的领土部署、参与联合军演，而且大幅简化人员跟武器装备的通关程序。这边有一张图，就是这次啊，我们看到引发这个热议的部分。好，这个颜色很清楚哈。那来看，日本是蓝色的线哈，因为呢，他说这个他经济海域哈就划分这个样子，这样的一个蓝线。那菲律宾呢，紫色的，两者的重叠部分，就是说他们要来协议，要谈判的范围。可是别忘了，这个台湾也在当中，台湾的专属经济海域哈是也涵盖在里面。因此这一次呢，看到台湾跟大陆的态度哈有不同之处哈。台湾说肯定日菲谈判呢，海洋权呢恐怕会边缘化。中国大陆则是反对啊，并且派舰巡航，强化台湾的代表权。好，所以呢，这次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我们看到的是说，其实日本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动作频频。我先请教刘老师了，因为从日本的武器外销解禁到现在呢，说这个专属经济区要跟菲律宾一起来共同谈判哈，特别大家就联想到了，最近包括台湾也在讲说这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可是台湾方面没有发声哈，也没有特别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多做的一些解释。那你怎么看呢？就是日菲对中间的博弈关系？对，这个讲起来哈。就我们看到日本呢，你说高市早苗上来以后，他其实在外交上比我们表现的想的要强硬，而且他是一整套的一个策略。你先不要讲说哪个之前的，你说这相互准入协定，你看他今年不是参加了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嘛？哈，对。你说更早一点来看呢，在5月2号的时候呢，高市早苗事实上到了越南以后，然后到了澳洲，然后同一个时间派了小泉进次郎到了印尼，然后印尼以后到菲律宾，然后到菲律宾以后，小泉进次郎到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对话的时间，然后那么高市早苗，那么日本政府就把小马可仕请到日本去。其实是5月28号，5月8号他们是国事访问，他还在这个国会演讲，还赠勋日本的天皇夫妇，请这个小马可仕夫妇吃饭啊，把他整个提高。那位阶提高呢，强调说帮你怎么样军事的现代化，这个潜舰的水面上的这个武力啊等等。因为今年呢，就高市早苗来讲，他是10年前他师父安倍晋三提出来了这个印太的之类的10周年嘛，所以他想夯实的15年观念。然后他这样想，美国如果说你要改变策略，日本要扮演更重要的领导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这整个情况下，菲律宾的态度又改变了。菲律宾呢，本来呢，它是在美国打伊朗以后呢，菲律宾因为需要中国的肥料，所以菲律宾对中国的态度有点软化。讲说，包括开发的海底的天然气啊什么的，它才跟中国一起开采，它采用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啊。可是开放态度就到了日本去以后，日本这么高规格的接待怎么样？那菲律宾又开始强硬起来以后就回到你刚刚讲的问题了。然后他们在海上的这个海面上的这个 EEZ 哈，就专属经济区，海底的事实上是大陆架啊，我们有或者叫大陆棚啊，大陆棚还叫海底的这个大陆的划界，海上的专属经济区。那这一划把台湾划没有了，那我们呢？所以我觉得外交部最早的时候态度太软弱啊，太软弱就引起很多舆论的挞伐。对，挞伐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乐界，我们这搞没有了啊！那么外交部整个才强硬起来。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该讲的话，还是要讲。你跟一个国家关系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的利益，我觉得要捍卫，这是很重要的。庄老师啊，您觉得日菲双方这个主动背后有美方的影子吗？应该这样讲哈，绝对有。不过日菲双方小心翼翼，避免让中国抓到把柄。
好，那我来录影前还特别查询了菲律宾跟日本的媒体哈。那以菲律宾的这个询问者报跟新报为例哈，几乎没有提到台湾，有的话也是只字片语，然后呢是提到别的事情就顺便提到而已哈，所以我们觉得很遗憾。那倒是呢，中国提到了很多啊，美国就最后不讲啊。第一点呢，菲律宾媒体主张中国最没有资格讲国际法，特别是国际海洋法公约这些东西，因为2016年南海仲裁案结果宣判，中国的看法是不承认、不接受、也不理会。第二点呢，这个菲律宾媒体强调，他们是把原本模糊的南海问题变成更透明的一个状况，让世界各国可以来监督管理，虽然认为是好事。第三点呢，他们也特别强调，他们无意挑衅中国，他们只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自主而已。那日本媒体的报道就更有趣了哈。第一点呢，我们不管是主流的读卖新闻，或比较保守的这个财经新闻、温和的朝日新闻来看哈。第一点，他们会主张说，中国可以出来倡议啊，一带一路，让他们出来倡议啊，这个 RA 啊，相互准入协定，为何不可？因为天下之大，不是中国一国所能独治嘛。更何况，日本跟菲律宾不是最近这几年才有合作，因为战后这几十年来，日本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发展援助国啊。那此外呢，日本方面提到一个叫做两海联动的这个战略，也就是说，日本视为命脉的宫古海峡跟尖阁群岛，就我们讲钓鱼台列屿哈，是跟南海是联动的。如果南海有失，日本不能扮演角色的话，会危及他们国际民生，所以他们这样做认为是对的哈。那总的来说呢，日菲两国媒体呢的舆论揭露3点：第一点，确实是携手合作了；第二点呢，他们追求的是务实的理智，而不是面子；第三点呢，他们特别强调没有美国啊，他们不会挑衅中国，也无意跟中国抗衡，这是他们特别强调的。建哥，我看到你有发文哈，简单30秒就好了。您特别点名了海洋法学者。对，我在讲啊，其实这个最简单，请参据1969年北海大陆礁层划界案，2个国家在左边跟右边，你无论怎么样，你的海岸线没有连接，你不可能画个东西把中间那个东西给盖住，这是最基本的。最后划界的结果，那德国去告丹麦跟荷兰，这个就跟当年一样，丹麦跟荷兰合谋，然后呢，他最后就是中间把它卡开了。我们要要不要学德国？这是绿营的政治智慧啊，对不对？而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5条、第84条，无论你怎么画，你看你能不能在联合国秘书处注册，只要有人有异议，你都是白画。所以这件事情还有后续我们会继续的观察。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关注伊朗局势，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寰宇全世界。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了伊朗出现了重大的局势转变啊！因为首先可以看到是美国联邦众议院在这个礼拜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限制美国总统川普在伊朗的战争权利。那其中包括还看到有4位共和党的众议员是投票倒戈了所以 CNN 也分析说，这显示川普现在在伊朗议题上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另一方面呢，川普对于伊朗的问题最近也语出惊人。他说呢，美国不需要跟伊朗达成协议就能够取得浓缩铀。他说他不想跟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会面，而且说美国现在就可以取得浓缩铀。另外，跟伊朗相关的消息从川普口中说出来，还有一则是让人吃惊的，就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私下告诉幕僚，如果伊朗杀害美军，他将考虑结束跟伊朗之间的停火。但是美方官员仍然强调，虽然现在还是有看到零星的冲突持续发生，但是已经暂停好几周的空袭措施，目前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美伊双方目前还是持续停火中。华尔街日报也研判川普迟迟不愿意重启美伊战争，这显示出他可能愿意承受目前一些比较小规模的冲突，持续几个礼拜甚至是几个月，来避免中东爆发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冲突现在简单来讲，华府的立场是有意在避战所以呢，虽然说这个零星冲突可以接受，不过呢，大规模的应该是不想看见但是川普刚才有讲说，
不用打，我们也可以取得浓缩铀，到底它是从何而来的这样的一句话了？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分两方来讲哈。那个川普的一个讲法就是说，我有能力啊，我也知道它在哪里啊。这个浓缩铀现在还是就在地底，但是没有说我现在就要取。也没有说我现在就要取啊，他说我有能力啊，就是他认为我有能力，但也有能力取得，对，那也不表示他一定取得得了，对，他只说我有这能力，但是你说你知道他在地底到底在哪里呢？你说知道，但是国际原子能总署也并没有确认说你到底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你说你知道在哪里，但是国际上没有 confirm， 然后你说你有这个能力，那是你说的，但是能不能取得？这个其实还相当的困难，但是起码有一件事情，他就表示我有这信心嘛，哈。那你说至于他是不是能够容忍小规模的冲突呢？其实这其实也是我觉得是个策略问题啊。这个问题，因为你说像国内支持他打仗的这个民意支持度这么低啊，然后什么战争权利法案当然不见得过得了了，川普还可以否决，那还可以，那只是起码象征意义告诉你说，共和党有人倒戈了，有人不见得支持你了哈，然后你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么可能反着你这么盯着看，所以我正好希望说，哎，那这个战争不要重启。可是问题是，很多战争打着，它有它自己的生命，它不见得能完全控制。比如说最新的消息看到，伊朗事实上它已经对波斯湾的这周边的国家发动攻击，打科威特不是被他拦下来了吗？巴林也发了嘛，对不对？啊，那是万一没拦下来呢？万一没拦下，万一这个结果那个中东的这个战争爆发到海湾的战争一下爆发起来，那你川普再说没有，这还在停火期间，这是小打小闹，那时候你也很难自圆。所以他是这样想法，也让那些温和派的伊朗的人呢，他伊朗内部的温和派可以有机会可以取得一些声音出来。因为你如果马上反击的话，那强硬派就说你看吧，还是强硬是应该的，温和派更没机会出来了哈。但是这样的会不会成功啊？等不等得了？能够等多久？我觉得是有待时间来证明了。对，您刚刚提到说，最近伊朗对科威特动手哈，这个 BBC 也报道说，科威特国际机场呢，在3号这一天呢，就被伊朗的无人机袭击，结果造成了1人死亡，63人受伤。那这也是美伊从4月停火以来呢，不安国家第一起通报被伊朗攻击而造成死亡的事件。另一方面，路透也报道指出呢，虽然以色列跟黎巴嫩3号在华府的谈判里面有同意停火提议，但是黎巴嫩真主党的领袖啊，就卡西姆，他立刻透过了书明声面表示呢，拒绝接受协议，因为他强调真主党组织并没有参与这场谈判，也批评这个停火协议就像是在消灭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且把其余的民众视为奴隶的计划。所以他说，只要以色列的占领持续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进行下去。而以色列防长也扬言啊，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拥有进行军事行动的自由。也为了回应以色列的社区还有领土遭受的攻击呢，以军可以对贝鲁特发动打击任务。这个科威特被伊朗攻击，以色列现在又不愿意停止攻击黎巴嫩啊，真主党也放话了，只要以色列继续占领，他们就会持续战斗哈。可是我们刚刚提到嘛，美国的态度现在感觉上是比较偏向避战的哈。那中东我们常常讲说是代理人战争啊，现在他们的行动逻辑您怎么看？我觉得大家要了解这个中东的局势，就跟我们人类身上长的皮肤病一样，它只能让你身体好时，它不会发出来，对不对？身体不好的时候啊，这边又发炎了，就跟你的这个脚气病一样，你永远没办法，我没有脚气病，没办法让它断根。不是，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如此。那今天这些，就是说。这个代理人战争啊，就是你去打的，把它就打牌，但是代理人也可能会反噬啊，也很可能啊，你利用完了之后会尾大不掉。所以现在为什么说是这个各个这个小的派系，这个也不服，那个也不服，以色列也讲，哎，我有啊，我完全行动自由。这就是表示你大哥镇不住。这个里头啊，我们国际政治的领袖啊，一方面是靠实力，另外一方面靠的是威望。威望是说你不用真正的去摊牌，然后去这个叫做不必说敬酒不吃非吃罚酒。能够镇得住自己人，但显然呢，川普慢慢，这个美国这些在中东地区的威望确实在下滑，尤其是2月28号，是你先把这个事情捅出一下马蜂窝，那你现在要说叫别人停手，这个确实是很难。对，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台湾也要想想看。这个很多人很甘心说希望美国来打台湾牌，
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当美国有一天不打台湾牌，把你台湾啪一下扔到那个牌扔到桌下，你也心里要有准备。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中东局势啊，陆老师啊，因为我们如果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川普现在采取比较避战的角度跟立场啊，可以理解他的逻辑，因为这一定会造成战争，造成通膨啦，然后呢，经济就会造成他的压力啊，影响其中选举。对呢，那接下来呢？所以这个很吊诡。我们在政治学上，如果大国他想要避战，不愿意亲自下场的时候，他会选择透过代理人来进行这种博弈。我们叫做 the tail wags the dog， 这尾巴在咬狗，不是狗咬尾巴了。哦，就是有发生这种情形。像伊拉克的真主党，当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的政府跟以色列在华盛顿谈和解的时候，那真主党没有参与，他当然不愿意成为这个被谈判的对象。是哦，所以他就要去冲突，他拒绝接受这个城下之盟。那以色列呢，他就一直制造这个刺激，创造既定事实，让他战术自由更极大化。那对伊朗来讲，他围魏救赵，你们要欺负我的代理人，不行，我就要打你科威特、巴林。我让你们知道哦，以色列打真主党就是在打我的代理人，我就是要去救他，要让这个冲突持续的继续。那等于是双方代理人都在测试对方的底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当代理人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就是最主要原因要把他的组织拖下战场。对。刘老师，这个20多年前在弄国际新闻的时候，其实你看中东这个问题真的是没完没了哈。不过庄老师啊，是除了中东以外，现在美国现在在中南美哈是持续看到他们对古巴出招啊，因为美国财政部也公告说呢，已经对古巴的总统迪亚士卡奈还有部分相关人员，甚至是实体寄出制裁。根据路透的报道说，这次制裁的对象还包括了另外4名个人跟5个实体。而现在呢，当古巴总统的这个迪亚士卡奈呢，他66岁，他是在2018年接替劳尔卡斯楚啊，成为古巴总统。这个劳尔卡斯楚呢，就是前古巴领导人佩雷尔卡斯楚的亲弟弟。所以呢，针对美国的这个制裁啊，古巴的外长已经强烈反击啊，说美方的制裁是卑劣。强调这是美国干涉主义的最新例子。他也说呢，美国每一项意图在两国之间制造冲突情境的行动都将注定失败。我要问的是，美国对古巴寄出的实体制裁，您觉得我们从往例来观察的话，会不会可能是特别军事行动的前兆呢？是的，美国经常制裁外国，但针对国家元首制裁倒是不常见。过去常遇到的就只有这个委内瑞拉马杜罗，对，或叙利亚阿塞德有针对个人来制裁。不然都针对国家哈。那我下午也特别查询了古巴的官媒，叫做《格拉马报》啊。那综合言之呢，可以8个字来形容，就是表面强硬，内心忧虑。表面强硬的时候，如同刚刚荣哥讲的哈，这个官媒还是把美国好好的数落一顿，非常有底气哈。比如说批评美国又在搞新盟罗主义，美国老是 trouble maker， 那美国注定失败，就跟在伊朗战争一样。但讲到内心忧虑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报道也提到，就是说这是针对制裁的对象包含金融、粮食还有能源，那等于是古巴的死穴嘛。过去古巴靠这个来维持基本的国家收入。那如果这个制裁的话呢，势必会类似一个经济绞杀战，势必让这个古巴的国际民生受到损伤而危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所以这些官媒的报道最后还是有要求啊，民众要巩固领导中心大家力挺政府来对抗邪恶的美帝。那会不会变成这个真相战争呢？如果综合各国媒体来看，应该不至于的，因为老美希望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这种经济绞杀战实际上已经有等同作战的效果了，可以让古巴却步了，可以让他退缩了。第二点呢，这个美国战胜古巴应该是板上钉钉、分分钟的事情，但是战后才是问题的开始，包含这个难民问题、国内治理问题，还有一些社会治安问题，都是很大的 trouble。再来呢，则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形象已经很不好了，如果在发动战争，形象只会更差，所以估计呢，应该还是维持在不战而屈人之兵。OK， 同样30秒，打与不打古巴的评估，我认为打的几率不高，但是呢，古巴呢被制裁了这么多年，死猪不怕热水烫，放马过来，真的因为你要知道，你新的制裁措施的边际效益事实上在递减，所以我觉得应该几率很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关心的是美股在周5出现了大跌，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
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来看，美国股市在周五出现了大幅下挫的格局啊，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下跌695.15点哦，跌了1.35%。标普500下跌2.64%，那么科技为主的 Nasdaq 指数呢下跌4.18%啊，创下2025年初以来啊这个关税风波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费半指数也是重挫了超过10%。那么受到美股重挫的影响呢，台指期夜盘也大跌了3006点，跌幅是6.65%。所以呢，大家也很在关注跟担忧的是，下周一开盘台股会不会面临沉重的卖压？有一个最新数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啊，这个5月份的非农就业指数啊，就是新增了17.2万人，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失业率持平在4.3%。强劲的就业数据呢，也让市场对于联准会最近这个降息的预期降温啊，当然也带动美债的殖利率攀升。好，所以提到了这个联准会，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降息升息与否哈。这个降息的几率真的是越来越渺茫吗？甚至还可能会升息啊？这个的确，这个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17万人哦，本来对这个资本市场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因为你就业人口增加，表示美国经济还很活络，那本来预期9月份要降息的这个希望就落空了。那既然降息落空的话，表示 AI 这些投资资本市场的成本就会增加了，是，所以就引起这些股民的疑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因为 AI 股的涨幅实在已经过高了，它的本益比也过高，它的估值也很高。当然，我们知道 AI 或许都是有它的实体成长。不管这些 CSP 业者，他们都赚钱，而且都赚得很钱，都是实质的，不是虚的。但是虽然你涨了可能是未来5年、10年的这个成长，但是你现在并没有赚这么多，所以那个过热讯号有看得到。对，所以他就说这个大家质疑，就说你这些公司到底你投资了这么多，像我们刚刚讲4大 CSP 投资6500亿美金，你能不能赚得回来？大家质疑。那第三个就是有2个指标股，就是 Broadcom 博通还有美光，他们这2天呢，博通跌了17%，美光跌了20%，这2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股，那就整个把他们的整个带下来。觉得这个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警讯是什么？警讯，礼拜一台湾的股市开盘是一个最重要的讯息，因为我们的期指跌到3006点。那礼拜一看谁就看台积电。如果台积电的跌幅没有超过5% 的话，那表示这只是 AI 股的短期的一个回档现象。我们还可以去比较健康的来看。如果台积电跌幅超过5% 6% 的话，那表示这个效应还会持续扩大。那当然，我们台股会跟着美股联动。当美国的这些科技股都狂跌的时候，我们相信台股就不会太乐观了。要关注才对，要持续观察它的发展。好，那其实台湾现在也很关心的，就是说跟关税相关，因为最近又来了哈，就是说这个川普里面常常在强调他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字就是 tariff 关税。那现在呢，这个关税有一个最新进展呢，就是美国贸易代表 Grill 他表示，美国将会遵守跟欧盟、日本还有台湾这些贸易伙伴所达成的关税上限协议。尽管呢，最近美国以强迫劳动还有产能过剩这些问题作为理由，那依据301条款对多个国家展开新一轮的关税调查，但也不会推翻既有的贸易安排。大陆的微信公众号中国贸促就发布消息对于中国大陆跟香港也被列入适用12.5%税率的经济体名单当中，表示说呢，美方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跟保护主义的色彩，差异化税率安排也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中国工商界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与坚决反对。所以看来川习会之后，中美关系虽然有和缓，可是后续还有很多的戏码要上演啊。刘老师您看目前美方在做法上面，一方面是有意要缓和这个市场对于美国可能会提高盟友关税的疑虑，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拿这个301条款出来对于中国大陆累积新一批的谈判筹码，301真的这么好用？
对，301是很好用，是很好用，因为301本来它就是一个谈判筹码啊。有的时候就国际政治经济来讲，比如我301完以后，那有些国家他答应的跟我签订，假如我是美国啊，他跟我签了一些贸易协议，但这个协议他并没有认真去执行啊，或者并没有把它入法。于是他说，哎，你要把它 codify， 要把它变成法条化，要真正执行。你看301对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赶快要用法律上要规范，是不是强制劳工的或上面不让他进来嘛？对吧？我们就是受压力之下啊。那你看，那么当然格里尔是讲说，那我们跟你们以前达成的协议的这个税率是不会变的，你放心啊。他说 ，a deal is a deal 啊，那签了就签了。可是问题是，他还有很多方法。不改变的税率，它可以对你施加压力。比如说232啊，232里面它哪些东西包括在232里面，它可以调啊。它没有改变跟你谈的对等关税税率，但是它把原来不在232里面，把你放在232里面，对不对？那还有很多的非关税贸易障碍啊，它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整你。或者他可以讲说，哎，比如你下一轮在谈判的时候，他可以累积下一次谈判的一个筹码，将来一个累积相骂本嘛，或至少可以骂你嘛，对不对？所以他起码不管在道德上或者在经济上，他总有办法调查。然后呢，他调查以后怎么执行？调查要调查多少时间？永远这个压力悬在你头上，于是你不希望他真的怎么样施加压力，你必须在别的地方做些让步。这是美国非常常用的。有票也非常好用的一个谈判的一个工具。301好用，但是他看起来最近用这个301也小心翼翼的。对，当然他也当然也怕。你看这个关税一来了以后啊，关税一来会影响到美国很多经济嘛，美国经济，所以那个Financial Times才讲说，缅因州那些种龙虾的那些人本来挺川普，但是后来不行的话，那么我可能不支持川普了，因为什么东西都贵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创个名字叫龙虾造反嘛。OK， 就是这样子。对，因为在这个习川会之后哈，其实看到这场会议呢之后有一个结论，当然就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哈，也启动了美中贸易委员会这个公众意见征询程序哈，这是在习川会之后同意要成立的这个双方的贸易委员会。现在要准备正式启动。那美国贸易代表署也表示呢，目前是在针对特定类型的非敏感产品进行意见的征求。那截止日期是7月10号这一天。川普的关税政策导致通膨，根据 Morgan Stanley 的最新的研究指出呢， Walmart正在透过压低杂货售价，把杂货通膨率压在整体食品在家消费的 CPI 之下，希望呢为家庭日常支出提供短期的缓解方案。那他们也发现呢，像 Walmart 这些龙头零售商的价格行为呢，已经在宏观资料层面发挥了降温的效果哈。那如果关税的影响真的是像估算的不断的往上攀升的话呢，通膨主动压力的一大来源将会减弱，整体通膨的走势对于政策制定者还有市场来说呢，是一个正面的讯号。还有一个 Costco 的执行长呢也计划了，打算要把先前转嫁给会员的关税成本，现在要返还给消费者。不但如此，也看到川普政府呢在上周。对不起，是这个礼拜哈提起上诉，挑战法官要求美国海关向所有进口商退还大约是1660亿美元关税的裁定。那最高法院呢是在今年2月以6-3裁定了，说川普援引的 IEEPA 课征这个全球关税的做法是违法的。所以庄老师，我们看到沃尔玛的定价策略调整到现在，川普他还是强力对抗法院的退款判决啊。关税真的很好用，对他来讲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政策工具，但是会不会也到了一个利空出尽要反弹的地步呢？是的，这个我会说完美演示了美国三权分立、国会、立法这个立法、司法跟行政 check and balance 的一个态势哈。美国媒体有一个很传神的描述，就是川普专门打别人天灵盖的狼牙棒被没收了。好，也就是说被国会没收了。好，那对企业来讲，这是一个利好，这是一个利多哈，因为刚刚讲的1660亿美元，不管是退给消费者，还是作为未来更弹性的一个定价策略，都是好事。但是呢，我们必须说了哈，尽管有这种现金流大补丸，但是是不是利空出尽呢？倒也未必，因为刚刚我们刚刚讨论了嘛，美国贸易法规里面还有不少是总统可以单边来这个实施制裁或报复的，像刚刚讲的301、特别301等等。好，更何况川普政府呢，也在本周会提起上诉。所以说未来好戏如何，还有待观察。OK， 金哥觉得。
我想大家永远要记得，政治的指控不需要证据，帝国主义跟你这个打交道也从来不讲任何理由。美国立法之中有很多单边主义，301、232有这么多的条款，但是并不代表他使用这些条款只有其利而未有其弊。所以呢，他也必须要权衡，他这样做完之后，究竟对美国社会安定以及民生会造成哪些的冲击？不要忘记。对于川普而言，最重要是如何撑过期中选举，一切就是票。所以所有的政策呢，他今天在那边翻云覆雨对象看起来是对着其他国家，但真正的目的是安抚群众，争取。